率出尘，军战苍狼，大喊拓跋雄，踏平漠北王庭了！天向15万进犯之军尽数归降镇北军。撤！拓跋老狗。很好，这就送你去死！回去告诉祖父，孙儿们不小，回不去了。胡家老大，你们汉人管这叫什么？自投罗网！镇北军，随我杀出去！哈哈哈哈哈！降者为奴，不降者剥皮挂旗。楚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废物？三位兄长尸骨未寒，你却在青楼寻欢作乐，你对得起谁？四弟，你若有半分骨气，别拖累楚家最后这点名声。三位哥哥走了，一旦宫里来人，楚家就彻底完了。嘿嘿，骂得好，骂得好，本少爷就是废物。圣旨到，陛下有旨，镇北王府满门忠烈，朕心甚慰。然北境不可一日无帅，着禁军副统引领陈默，暂代镇北军节制之权。什么？长兄尸骨未寒，你们就要夺兵权？令陛下体恤三位少夫人孤苦无依，特旨即刻进京，由礼部妥善安置。丞相府的走狗也配安置楚家女眷？胆敢在这镇北王府灵堂上君有旁废，要带走我们，先踏过这3具棺材。镇北军何在？你们想造反？这可是圣旨！好圣旨！我三位哥哥死了，我好难过。陛下怎么不召我进京？我也要进京，我也要礼部妥善安排。好痛，我的胸口！你，四少爷，节度恭续！好，逼死我们镇北王府唯一的男丁，我镇北王府可还是有30万镇北军的，你们担得起这滔天大罪吗？三日后圣旨再来，若再敢抗旨，株连九族。就这么急不可耐吗？祖父，晨儿，你说，大嫂背后是兵中旧部朝堂喉舌，二嫂背后是江南副使钱袋子，外加听雨楼情报网，三嫂背后是杏林世家绿林体系江湖人脉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知道又如何？凭你一个连剑都握不稳的废物！你二嫂，听雨楼在醉月楼的暗桩不用追查，昨夜是被我拔了。七夕，传闻绵长，你不是纨绔，你藏了多久？够了！7岁熟读兵书，10岁能开弓摆凳，12岁一招打败军中招父，老夫亲手调教出来的麒麟儿，楚家100年来最锋利的寒芒。你可知为何要你装疯卖傻20年？为何要你自污成这副废物模样？为何让你看着兄长们一个个顶在前面，看着他们被人算计，看着他们去死？祖父，
皆因楚家功高震主，朝堂忌惮。若我显露锋芒，兄长们连这20年都活不过。祖父让我藏锋，是为了让楚家多活20年；祖父让我装废物，是为了让魏松那帮豺狼放松警惕。可他们还是动手了。行军路线是绝密，苍狼部怎会恰好埋伏？黑风谷并非绝地，3位兄长怎会无一生还？晨儿，你知道要怎么做？3位哥哥，弟弟来接你们的刀了。青龙营自3位兄长战死后，军心已散。赵铁山那帮老将每日酗酒，扬言要反出大周。你此去，他们不会给你好脸色。我不需要好脸色。少帅，那帮老东西嘴比刀子利，你确定要去？今日你们谁也不要插手，我要他们心服口服。铁统领，您不在王府护着老太爷，来我们这种地方做什么？放肆！镇北王府4公子在此，开营门。4公子，可是醉月楼那位一掷千金的4公子。哎，4公子，您走错地儿了，这辕门不是给纨绔走，旁边狗洞倒是宽敞。咱们青龙营没姑娘作陪，怕是招待不起这位爷。老王爷一世英雄，竟落得他子嗣凋零，朝廷还要夺兵权，老子不干了！完了他娘的！走吧，帮门眼！哟，这不是醉月楼的4公子吗？怎么，青楼姑娘不要你了，跑军营找爷们陪酒？怎么不服气？老子说的就是你！嘿嘿，楚家完了，镇北军完了，你这种2世祖的好日子结！你敢打老子！那是镇北军唯一的帅令，剑令如见将帅。传令校场，青龙营全军检阅。报，全军集结完毕。四少爷，您真的不在？新兵队列，分析准备，50里，跑不完的全给老子饿着！起来，我陪你跑完。传我令，今晚的伙房就在操场，有肉有酒，还能站起来的都有份儿。少帅威武！他们新兵都有得吃，你们这些老兵想不想吃？那新兵都能跑50里，你们能跑多少里呢？新兵跑50里，咱至少得翻个凳吧。每人身着甲胄，70里奔袭。跑！跑不动了，少帅你别管我。王虎，83个敌人的脑袋是躺着砍的。他真的不用休息吗？少帅，这肉真他娘的香，好多年没吃过了。
四少爷，你疯了不成？你已经跑了2轮，再跑会死人的。四少爷，末将不是怕跑，末将是怕你的身体。你一旦有什么3长2短，我没办法跟老太爷交代。少帅，少帅，你看看自己的情况，你现在连站都站不住了，你这身子骨，你会死的。少帅3思，万万不可啊！全军将领听令，负重奔袭100里。100里！少帅，你真的不能再跑了。我们手下的兵今天已经全部跑完，难道我们这些身为将领的还不如手下的士兵？给我闭上你们的嘴！我陪你们跑，我若倒下，你们踩着我的尸体过去，跑不完的。滚出青龙营，滚出镇北军！我镇北军只能有保家卫国的汉子。7大营将领听令，跟少帅跑。少帅没死，你们谁也不准停下。火炬营将领，谁敢在这时候给少帅上眼药，我现在就活拐了他。少帅还在跑，我们凭什么躺着？跟上少帅！将领们都没停，我们没资格停，跑啊！宫里派人来，要夺你们的兵权，要接管你们的铠甲，要把我镇北军的女人带去京城安置。你们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！不答应！不答应！我知晓你们曾经臣服于我的长兄、我的父亲乃至我的祖父，但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头上只会有一个人。谨遵少帅将令！谨遵少帅将令！谨遵少帅将令！为什么？你明明可以慢慢来。你知道你跑了多远吗？你连站都站不稳，为什么要现在逼他们？为什么要在这破晓之分点燃这把火？3日，我在灵堂耍魂拖了3日，今日就是最后期限。魏宋的刀已经磨好了，关内的兵已经蠢蠢欲动，苍狼部的人已经嗅到了血腥味。我若不在这时把火点起，把镇北军拧成一根绳，明日太阳升起，这大帐里的诸位就可以听到自己的丧钟了。赤龙令，最高军令。见令如见帅，4营主将，凡我楚家门生故意，皆须听令。赤龙令出，召白虎、朱雀、玄武3营所有统领及主将，率本日午时前必须赶到青龙营教场集合。违令者斩！赤龙令出，4营集结，50不到者斩。中国到者完斩。末将赵铁山领令，破郡城铁烈领令。领令。楚臣，不，少帅，你召集4营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这是要反出大周，还是要与魏双正面开战？你可知这一令下去就没有回头路了？我大哥他们不是死于苍狼部，他们是死于自己人之手。有人把黑风谷的房屋图，把兄长们的行军路线卖给了敌人。我楚臣今日发此令，不为反周，不为称帝，我要替哥哥们讨债！少帅好大的威风！赤龙令40年未发，今日竟为一个醉月楼的纨绔响了。我朱雀营只认战死的少将军，不认废。你们不服，应该的。一个逛青楼的废物，凭什么发赤龙令？凭什么号令30万镇北军？因为我3位枉死的兄长。行军路线是绝密，苍狼部为何会恰好来人？因为他们手里有我兄长的行军图。
他们知道我大哥会从北坡突袭，知道我二哥的重甲骑会在何时抵达。5万精锐像傻子一样钻进了敌人的口袋，不是苍狼部太强，是有人把他们卖了。恭请嫂嫂。玄武营统领孙震，大周历120年冬月初3，以黑风谷防务图及镇北王突袭苍狼部王庭作战计划，授予万宝阁。此仗乃万宝阁暗装醉月楼秘策，经听雨楼核实。孙震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这是构陷！老夫跟随老王爷20年，你们这群黄口小儿也配审我？我兄长待你如叔，你卖他换银子，这银两你花的可安心？今日诛此叛徒，不为私仇，只为祭旗。3位兄兄在天之灵看着，弟弟今日以仇人之血燃我帅旗。即日起，镇北军开马，目标苍狼部王堂。我要用苍狼大汗的头颅告慰黑风谷5万亡魂。我要让魏襄那条老狗知道，我要让天下人知道，镇北王府的刀立法立。愿随少帅荡平苍狼，虽死不辞。镇北军要反了！少帅诛杀镇北军叛徒，祭旗荡苍狼，全城戒严。不是反，是少帅要替3位少将军报仇，出兵苍狼部。少帅，探子来报，宫里那帮人果然坐不住了。魏翔的狗，嗅到屎味就要有动作，按计划行事。一个鸟人，一个穿金甲的，给老子捆了，其余的一个不留。你们敢闯钦差行堵，楚神他要造反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咱家只是传话的。闭嘴！再好割了你舌头！楚臣，你私寻钦差劫夺禁军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，魏相不会放过你，陛下更不会放过你。魏双，他派你来送死，你还真敢来？你以为你是来接管北疆的？不，你是魏双送来给我祭旗的第2颗人头。你敢杀我？我是陛下亲封的副统领。陈默，你3年前在兵部任郎中，因探没镇北军军饷而被魏松保下。如今你来北疆，不是要守关，是要配合魏松，里应外合。压下去，关入死牢，做事手要干净。2位爷辛苦了，这是醉月楼新酿的美酒，给您2位暖暖身子。酒里有毒！少帅说了，你们喝下的毒酒，都是你自讨的。醉月楼清了。搬呀！怎么不搬了？魏东养的鸽子，老子今晚全给你们烤了！平安客栈清了。今夜之后，北疆干净。上！相爷，北疆37处暗桩全灭，陈木将军被囚，孙震将军被斩首祭旗，楚臣他控制了嘉义关所有耳目。平叛庶子，竟敢杀我暗桩，求我钦差，他真以为在北疆又能翻天？传令，西山大营即刻开拔，本相要让他楚臣知道，这大周天下是谁的天下，北疆是谁的北疆。相爷，西山大营5万精锐早已集结完毕，这是苍狼部那边。让他去跟苍狼部拼个你死我活。等他的镇北军拼光了，本相要到他腹背受敌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楚臣亲眼看着，
镇北军是怎么被你带进坟墓的？少帅，北疆商会已筹集3月军饷，粮草30万担，战马5万匹，箭100万支，已先行发往前线。4营精锐集结完毕，修罗营2000人为前锋，玄武、白虎、朱雀3军为中军，青龙营精锐为后军。诸位，今日我楚臣不为封王，不为称帝，只为替兄长讨债，为黑风谷5万亡魂讨债，为这北疆千里河山讨债。刀锋所指，螳螂部开拔！少帅，魏松的西山大营已经动了。麻烦婉嫂嫂和手下的绿龙兄弟。兄长，我来了。你就是楚家最后的种。我听说你是个只会喝酒玩女人的废物。汉人小子，你们汉人心思太多，勾心斗角，连自己人都卖。你那个废物哥哥就是被你们自己人卖了，才死在我手里。我听闻你们朝廷已经派兵抄你们的后路了。你小子如果不想为你废物哥哥们的后尘，不如投奔我苍狼部，我傅干可以封你做南下的一条狗，总比你在那腐朽的朝廷里被魏少那种老狐狸啃得骨头都不剩强吧？来草原，这里有酒有肉有女人。投奔草原。拓跋烈，你脖子上挂的那串骨珠，是用大汉兵士头骨做的。你们苍狼部20年前破雁门关，屠我3城，老弱妇孺尽数坑杀。10年前劫掠甘州，掳走汉人女子万余，充作奴隶。几天前黑风谷一役，你们用我大哥的行军图设伏5万镇北军将士，被你们剥了皮，挂了旗。你敢杀我，我傅寒会屠尽你北疆师承！苍狼部听着，拓跋烈已被我生擒，立时不降者立斩。苍狼部只有战死的狼，没有跪下的狗。楚臣，杀了我，你也活不过今日。你们自家的刀已经抵在你们身后了。拓跋烈已死，不降者，这就是下场。全军听令，追！少帅，拓跋烈已诛，苍狼部前锋尽灭。下一步是回师嘉峪关，还是就地休整？哟，镇北王府还藏着这么一位天仙似的美人，本将郑仇奉魏相之命前来评判。郑将军，你往前一步，我保证你眉心多一个洞。美人脾气够辣，本将喜欢。本将给你半个时辰考虑，降还是死？三夫人，弟兄们看清楚了，西山大营来了整整5万，咱们断龙峡虽然险要，但满打满算只有3000弟兄，剑士滚木撑不过2轮冲锋。要是他们全面攻来，咱们抵挡不了多久啊！挡不住也要挡。少帅说了，5个时辰。美人儿，想好了吗？本将的耐心可不多。镇北歪王府的女人，从不做选择题。你要过断龙峡，先问我身后的3000兄弟答不答应？少帅，苏婉和他手下的绿林兄弟
只怕撑不了太久。西山大营5万精锐，他手里不过3000散兵。 20年筹码，下手多数以利诱尚未他用。嫂嫂无需担心。你们知道吗？我祖父20岁那年，第一次在这里与苍狼部交手。那时漠北铁骑破关而入，连屠7寸，带着300精兵，在这片雪地里死守了3天3夜。我父亲40年前也是在这里，苍狼部大汗亲征，10万铁骑扣关。我父亲身中7箭，硬是撑着没倒，直到援军赶来。他回府后拔剑时血溅了3丈高，却一声不吭。这就是我们镇北军，我们镇北军几代人用血用命，在这片冻土上筑了一道墙。全军听令，舍弃辎重，轻骑疾行，目标漠北王庭。我要为镇北军几代人讨回公道，先摘了漠北苍狼大汗的头。三夫人，箭矢没了，滚木也只剩最后几根，弟兄们吃不消了。要是郑重再发动一轮全面冲锋，咱们……美人儿，本将的耐心已经耗光了。趁我现在还有心情怜香惜玉，你主动归降，脱了你的白袍，跪爬过来，本将保你身后那群乌合之众全尸入土。否则，待我铁骑踏平这断龙峡，本将当着你的面把这3000绿林肥土剁成肉泥。至于你，竟让你尝尝什么叫辣手摧花。少帅军令如山，说5个时辰就5个时辰，时辰未到，苏婉不退。镇北王府麾下麒麟军奉少帅密令前来协助三夫人，挡我麒麟军路者死！大汗，大汗，不好了！王子，慌什么？拓跋烈是不是又贪功冒进了？王子殿下，为楚臣阵前鏖守，前锋3万铁骑全军覆没，一个都没回来啊！楚臣恕死，我儿拓跋烈，本好友亲征，我要把楚臣那只打碎的皮剥下来，进我儿见棺材。楚臣现在是什么处境？他杀了本汗的3万先锋，可他背后呢？魏松的5万精锐正像一把刀抵在他的腰眼上，他腹背受敌，进退两难。传令各部落，全军整备，养精蓄锐，不准轻举妄动。本豪要隔岸观火，等楚臣跟西山大营杀得血流成河，两败俱伤之时，我苍狼部铁骑再倾巢而出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，叫楚臣血债血偿，让他用30万镇北军、100万北疆百姓的命来祭我儿拓跋烈。拓跋雄按兵不动，他在等魏商的刀捅进我们后背。他以为他在看戏，他不知道，我楚臣就是冲着他来的。山大营被堵在断龙峡，麒麟军。楚臣竟然还藏着一支麒麟军！相爷，西山大营5万精锐一时半刻冲不过去，楚臣主力已深入漠北，若让他真灭了苍狼部，大胜之威回师，北疆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收不回来，那本相就让他死在漠北。传令，调河东大营3万兵马，星夜兼程走居庸关，直插嘉垭关。再传令河北驻军抽2万精兵，封锁北疆所有通道。另派死士持本相首令联络拓跋雄，前后夹击，把楚臣30万人马全部埋在漠北。相爷。河东大营一动，京城空虚，万一空虚，本相要的就是楚臣死。他一日不死，本相一日难安。哪怕赌上大周半壁江山，本相也要亲眼看着镇北军灰飞烟灭。此刻，楚渊那小子应该正跟魏松的兵马杀得血流成河吧？等他们汉人咬够了，本豪再出去收尸。怎么回事？哪儿来的号角？大汗，大汗！楚臣他杀到王庭了，外围防线全破了。楚臣，你
怎么可能在这里？西山大营呢？魏宋的5万兵马呢？西山大营被我留在断龙峡喂狼。大汉不是喜欢隔岸观火，怎么这会烧到你家门口？你腹背受敌，你怎么可能杀到这里？腹背受敌，你太高看魏蜀，也太小看我楚城。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他玩，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你的头。少帅，紧急军情：河东大营3万已过居庸关，河北驻军2万封锁粮道，另有5路兵明从雁门、云中带军方向合围，旗号各异，皆听命于魏宋。多少人？合计不下15万。西山大营正筹收拢残部2万，正从侧翼迂回包抄。少帅，弟兄们刚血战王庭，箭矢尽了，粮草将绝，战马跑死了3成。即便麒麟军有3万，加上我们，也无力抵抗15万生力军啊！少帅，末将还能战，可这些弟兄，他们真的打不动了。魏松赌上了大周半壁江山，要让我们埋骨漠北。大嫂，让你的人动手吧。那是慕容家的号令，是兵部旧部的最高军令。加速前进！你敢！奉少帅之令，诛杀叛贼王崇，河东大营众将士听令。魏宋乱政，谋害忠良，我等身为大忠将士，岂能助纣为虐？强者不杀，顽抗者立斩。诛杀叛贼李恒，河北驻军即刻倒戈。郑崇，你贪墨军饷，勾结魏松出卖北疆，少帅有令，取你狗头！少帅，15万大军全乱了，王崇被周猛阵前斩首，李恒被3枪钉死，郑崇人头落地，各路副将全倒戈了。父亲，您留给我的旧部没有辜负慕容家的英明。魏松的狗头暂且系在他脖子上，弟兄们随我血战漠北，功不可没，该回家了。回家一关，吃饱饭，喝好酒，睡足觉，养足精神，再取老狗性命。全军听令，万事围城。大捷！漠北大捷！少帅楚臣亲斩苍狼大汗拓跋雄，踏平漠北王庭了！天下15万进犯之军尽数归降镇北军。少帅赢了！少帅真的赢了！楚家没倒，镇北军没倒，少帅神威！苍天有眼啊！拓跋雄那老狗终于死了，我儿在黑风谷的仇报了！诸位听我一言，楚家4公子藏锋20载，一招出鞘，斩杀苍狼大汗，踏平王庭，退15万大军，这是何等的气魄！回来啦！开城门，迎我楚家儿郎30万镇北军回家！少帅，您替我儿报了仇，我儿死在黑风谷了，老身给您磕头了，给您磕头了。老人家，回家吧，以后北疆不会再死人了。晨儿，起来吧。祖父，孙儿来迟了，让兄长们在这躺了太久。不迟，拓跋雄死了，苍狼部塌了，你们3兄弟可以合眼了，楚家的恩怨结束了。
晨儿，你得站起来！楚家的恩怨是结束了，可天下人的恩怨呢？魏松还在，卖国贼还在，那龙椅边上还坐着一群吸百姓骨血的豺狼。北疆的百姓还在挨饿，黑风谷的5万亡魂还在喊冤。楚尘，你既然能替兄长讨债，能替楚家讨债，那你去替天下人了结这个恩怨。对，拓跋雄死了，苍狼部王庭塌了，奸相的15万大军降了，但那条老狗还活着，他还在京城，还在龙椅旁边，还在盘算着怎么把你们的粮、你们的命、你们儿女的未来卖给敌人。杀了他！杀了魏松！不能放过那老贼呀！3日后，我楚尘率镇北军进京，清君侧。镇北军破潼关，守将刘崇开城归降，沿途关安望风而降。楚尘距京城已不足100里，800里加急都要跑死马，他是飞来的。相爷，不是他快，17路守军听闻镇北军旗号，或倒戈或陷城，挡者皆溃呀！废物，本相养你们何用？报！镇北军已过黄河，前锋铁骑距京城不足10里，调禁军1万，死守宫门。相爷，禁军昨夜逃了个干净，说是要投奔镇北军。报！宫门守将赵统领县门投降，镇北军到面前控场了。恭迎少帅，为所乱政，谋害忠良，我等愿降。楚尘，你带兵闯宫，围困圣驾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你镇北王府还要不要活了？魏松，你也有脸谈九族？你把控右地，私卖军械，克扣粮草，祸乱边疆，割让甘州3城，送汉人女子万余给苍狼部为奴，勾结外敌，出卖黑风谷防务图，害死我3位兄长，天下百姓一子而食，民不聊生。魏松，你不是丞相，你是祸乱边疆、荼毒天下的国贼，是吸万民骨血的蛀虫。楚爱卿，这是被魏松蒙蔽的，都是他一手遮天，朕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蒙蔽，陛下你贪图享受，任由我把持朝政。苍狼部送来的美人珠宝，你哪次少收了？现在想摘干净，晚了。一个祸国奸相，一个昏聩之主，狼狈为奸，卖国通敌，把大周江山啃成了白骨。从今日起，镇北军接管京城9门，凡魏松党羽，自首者免死，顽抗者力斩不赦。开仓放粮，赈济北疆，昭告天下，奸相已除。谨遵少帅将